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乌鸦讯息又来了哈，新桃花靠近，新桃花靠近哈。那这今天三张牌哈，不要被它的图像意象所吓到，说很恐怖，没有啦，它就是一个暗能量的讯息来哈。有的时候我们索取的很多的是，我觉得比较多的是正能量的讯息，比较日照的。正中午的哈，或是初始晨曦的，可是总是一天里面，终究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能量的时间段。我觉得差不多，4点以前，1到4点这段时间，有一些很安静宁静的讯息。哦，我觉得那讯息清晰可见哈。那我们从那边去索取。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选好了，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1号牌来，我们直接从灵魂这里切哈，因为我觉得从昨天开始看的时候，我们直接从你们2个灵魂的距离来做开场，我觉得还不错哈，立刻就一个还不错的方向，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为何你们要遇见，为何是你们来遇见哈，我觉得从这里2张先切，我才知道我们从哪里去捕捉它会比较切合整个能量的结构了哈。来，好，挖下面哈，2就这2张。哦，看一下。哦，不算能量大的，但是算是先说哈，你们这一次你们的灵魂的相遇哈，有点像是马戏团里面的那个空中飞人。空中飞人在上面旋转的时候，会跳出去的时候手要接住嘛，手要接住的那一瞬间，你们这一次的遇见哈，可能第一次遇见就是你们2个的能量接住或抓住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哦。如果那个时间点没有非常明确的连结，至少没有留下联络方式的话，我会觉得他这个就没有抓的那么好。好，我觉得他就可能没有办法抓到那么紧实，因为你们的灵魂在很多的象限里面你们是属于一种游荡型的，你们很像就像打撞球，就是那个球弹了之后会这样弹，可是各自弹，它不保证某个颜色红色白球一定会撞在一起，但是当你们撞在一起的时候，能量就要抓住哈，也就是说你们的灵魂本身是没有在象限里面寻找彼此的，而都是每次都很靠近的时候才留下一点印象，慢慢接近到这一次靠近的时候，会发现说为什么我们从来不认识，为什么我们不好好认识一下，所以在今天这题你跟他遇见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熟悉感，但是你真的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因为他这个人一直呈现剪影子的方向在你的生命里穿梭，有很多类似的影子在你的生命里穿梭，但你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这样子类型的人，所以这次你们遇见的时候会有这个很特别的感觉哈，那一份熟悉也不是说你们彼此知道很多事情，或是语言的说话的方式、模组、个性、喜欢的世界、兴趣各方面是很类似的，不是？他那个熟悉就很像是我刚刚说的，一直被你忽视，一直在你生活里呈现成一个好像没有存在感的事物，可是你时常看到它，只是你这一次把它看清楚了哈。这2个人这次会是这个状况遇见，那要慢慢的深入下去之后，才会发现你们的灵魂交流。内在能理解彼此的深度，可能比其他人多。这边说的你看这张牌有一种2个类似的人的相遇结合在一起，处在一个时空，你们喜欢的喜好各方面很类似，但是它这个是要更深层的，它不是片面的初期的聊天，聊个2-3个礼拜就会达到那个程度，没有，它有很多的心情的交换。白一点讲，就是你们要做朋友做到某一个程度啦，某一个熟悉度之后，讲心里话之后，才有可能会慢慢的进入到，有可能要进入到交往或是更深层的关系啦。但是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能不能成为朋友，能不能有些重要的联系很重要。他必须要在你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可能初期会有一段时间你们会比较多的聊天。
哦，不会说打招呼然后认识完就隔了几个月、半年都没有什么聊天、认识、联络，没有那个就断掉了，因为你们那个陌生感在下一次再见到的时候就会重新来过。可是在这里看得出来，没有那个重新来过，这一次已经算是最近的一次了，之后不知道要再晃多久了。好，新恋人靠近新恋人，这一次确实这个能量算是比较淡的一种状况哈。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好。我把你们现在的，再看一下，要不要看中间哈？还没遇到哦，还没遇到。然后，还没遇到 ，OK，哦。其实都还算很远呢，真正好的能量现在也被淡化掉哈。我觉得你们真的还没有遇到，但方向各方面也都，这一组很奇妙哈。你们的状况比较像是在，你们的状况很像是，一直有一种这样，就是快靠近了又甩开了，快靠近了又甩开，可是一直没有降交集，降交集，降交集，现在一直在降。可是它是在一个大圈圈里面，然后一直降，就很像你们两个是同级的磁铁哈。每次靠近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每次靠近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哈。这是现在你们的状况。那因为什么？因为你们现在所包围的附近的一些能量哈，我觉得在这边看到的是还不到时机啦，还有一些杂质现在是相斥的啦哈。但是你们内在的某种方向感哈，其实已经看到彼此了，有要往彼此那边前去。可是这一个状况哈，要一阵子。我们回到比较生活的形容，就是说你们可能差不多在同一个区域上班、工作、上学什么的，或是去健身房去上什么课，你们都在附近。其实你们在还蛮近的位置，只是一直没有留意到彼此的存在，或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在做交集。这样，等到你们真的认识的时候，在其他的方式认识的时候，你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也很常在这里，我也在这边上课啊，怎么都没有遇到你？我也在这一区上班啊，然后我们在不同栋啊，我也在这一栋上班，然后不同公司啊，我在9楼，你在13楼哦，每次都会隔开哦，我是7点半上班哦，你是9点上班，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哦，你们会一直在很类似的时间段里跟区域里在徘徊啦，这就跟这里的剪影的概念很像，你们一直都在附近啦，只是这边再把细的细节翻出来，发现你们有差不多的时间轴，你们有差不多的生活追求方式，可是那个联系非常淡。那你们中间有一些杂的讯息、杂的人、杂的声音，可是却没有共通共享，都是附近的，都是自己的这样。那好不容易一些能量去寻找到自己的时候，可是它却是留在能量最小、最淡、最远的位置，很孤独的，没有人做呼应。所以你们彼此就算时常在附近看到彼此，就像灵魂看到彼此的时候，有在呼喊，可是都没有被听到，没有事情被牵连这样。那从更遥望的角度来看，你们这件事情是，其实好的能量现在是没有在理会你们的，好像也觉得不是现在这个时机要理会你们这样。我觉得从这里看起来你们自己自身带的一些能量跟其他推动你们的各种其他的东西已经把你们推到最近了。可是很奇妙的是，把你们推到了这一个河岸口，可是没有船，没有运输的船，好像说这是2个岛屿的人，2个岸边的人，他们平常每天早上上班都是要靠这个渡轮载车子、载机车、行人各方面这样子，每天搭40分钟来回。可是不知道为何，本来预定好要到这里，可是都没有船，都没有连接的东西，本来要有，可是都断在这里这样。好，那它不是现在就停滞哦，它是一直现在你们2个中间一直没有这个
联系的东西哈。这个我把它翻一下，我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也该等待什么要出来的没出来哈。这也是一个这一组非常奇妙哈。对于你们两个联系的这一个段落完全空白。好，来我再看一下。我大概知道了。你们还在等一个贵人牵线的那个人还没到了哈，还没有进来，还没有出现哈。然后他还在自己的路线上，还在努力，他还没有出现在你们两个中间的搭桥的啦哈。所以应该来说，你们这一组有三条故事线，你们现在这2条故事线必须要靠他串啊。那可能就是说这2条故事线是你们的，可是中间这个搭桥的他还在这里行走，还没有穿越到，还没有穿过你们两个，让你们两个成为那个连接的桥了哈，还没有来，他还没有来，要再等一下哈。好，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小提示哈，就不说他，我先说你。你现在在你的人际关系圈里面，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你要试着让你的人缘跟大家对你的人缘，应该是说人缘友好度都要再好一点。可能你要再多亲近一下你周边的人哦。这边有在提示，有某种能量你缺少，要再上来一点。那它应该是有跟你们两个的连接，跟这一个能量的连接，这个搭桥连接有关系啦。他这边有在提示说，你这边应该是2个人都有，跟你旁边的人比较亲近的人的关系有点下降，最近要先提升一下。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提醒。好，那再等一下这个，这边只说，如果以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人的靠近跟搭桥可能还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能量上前面是空的，是不足的哈。不足啊，在这半年是他说要在至少到整个能量往上升的时间，大概还要再等真的耶，中间有一些很多的连结哈，有很多的在这个能量上升，或是他开始进入到你们两个关系前的话，这半年可能半年之后才会开始往上升，进入那个状况。可是中间这半年呢，有一些东西，你们2个圈子的中间有些联系，确实是没有连到哈。还有你们自己本质上能不能被注意到，还处在一个比较暗淡的状况，所以你们现在自己内在的各种品质的提升要加强一下哈。那这边已经先做了一个初步的提醒，就是你跟你周边的人、旁边的人的关系，记得要想办法把它再提升一下，应该是有助于接下来半年后你们的遇见跟连接啦。我觉得这边讲的应该就是这些。那不要太担心哈，你们遇到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时间点出现，然后应该不会错过。但是记得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人我觉得不一定要等到半年，因为他这边说的半年是这个人关系的上升，但不代表说到半年后你才会认识，可能会先认识，可是那关系就是跟我刚前面讲的一样，很淡了但是这边还是提示一下，他还是认为你们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是把2个人关系抓住很重要的时刻。应该是不会错过了哈。反正记得你
这半年认识的感觉不错的人都记得要留下联络的方式，然后还要继续要有所联系。那我再提醒一次他这里说的半年后的时间，不是说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后要在半年后，而是这整个关系往上升到比较好的状态，可能是要到半年后才会有。那前面还是有机会会先到这一个所谓的先认识。我刚刚前面也说，你们先认识之后，前面会先从一个朋友慢慢的相处一阵子之后，才会到比较深层的东西，因为你们要确定彼此的内心的东西需要一点时间，因为那个陌生感需要被突破了。好，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我觉得先讲到这里就好了那我们再乐观期待看看吧好，那就先讲那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新恋人吗？新恋情、新桃花应该是新桃花在慢慢靠近中来，好，我们直接从灵魂的角度切我们现在就直接从灵魂的角度切，因为我觉得先把你们深层灵魂为什么要遇见，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形态，我就先把它翻出来这个角度比较快比较知道我们在追寻什么。来，好，抽下面这里这张好了，来，再来这里，这张。好，其实这张，你们的遇见是有某种能量上的安排，已经安排好的。是安排好的，可是你们这次的遇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你们要拯救一下自己内在缺乏的一个东西你们不是单单只是遇见恋爱你们是有某种心灵的拯救的状态，让你们两个相遇的以灵魂的这一次的遇见，有这个任务要出现所以当你们第一次见面或是刚开始要在一起的时候，比较熟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很能够治愈彼此心灵的一些缺口。可能你不容易，你不擅长治愈其他人，或是你对其他人。你就觉得没有跟这个人这样子互相治愈的能力，你的能量会强很多，这就是因为你们的灵魂有互相救赎。其实它的内在讲的是救赎，但我会把它翻译成治愈啦因为它也有一种就是拉一把，你们会有一种心灵上在比较低潮的时候会互拉上来的一个状态，不一定要进入恋人，成为朋友、好朋友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状态。这是你们两个灵魂相遇的时候的某种任务，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义务，或是它本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式码，这是你们两个灵魂遇见的状态那在这里，你们应该，我不能说你们对宗教信仰或什么信仰是相同的，我们把它转换到某一种东西，是你们相信的这个世界，你们相信的和平，你们相信的现实比较接近，你们相信的整个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各种金钱观，你们比较接近，这是你们，所以它不是代表说你们两个是很像的人，而是代表说你们在对于未来追求、想要前进的那个方向，想要离开的现状。想要为什么去奋斗的那个方向的品质很像，你们渴望成为的什么样子的人，你们渴望用什么样子的生活，你们走的那个方向很像。但这张牌有一个特色是，它是这种信仰上、理智上、追求上、未来价值观追求上的一种契合，但不代表你们本质上是一样的、类似的。通常走到这张牌的时候，我都会认为你们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而是会用这种比较神圣、比较高远、接近类似信仰状态的契合跟相同，把你们拉在一起，走在一起。那为何要这样子？因为你们要在这个过程中互救、互补，互相治愈、互相支援。这两张牌合起来是这样。那我会觉得你们一开始一遇到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好的话题，共同话题可以讲得非常深神秘。那破一个状况，你跟他可能都在其他人的口里觉得你们有很多的话题很难聊，不好聊，都会有这个状况，或是他，结果你们两个却可以一直聊，然后旁边的朋友、新朋友。朋友发现你们两个刚认识，你们两个是新朋友，然后觉得说，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有话聊？
很有内容可以聊。都是因为你们两个本质上是接近的，也许你们生活上就有遇到这个朋友，那这个会更强化你。然后在这其中会非常明显一件事情，你们不一定是那个话题是你们本来就接触的，就本来已经很深究的、很熟悉的，不是。他这里要讲的是，你们会对彼此的话题有非常深的兴趣、好奇，听得下去，而且会想要再往下挖更多。两个人交换话题的时候会有这样，那是因为你们讲东西的所追求的那个价值、品质、格调、品味也可以很雷同、很相近，可是项目不同而已。你记得你们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会有这个情况，会有这个情况出现。然后我再翻动，我觉得这里不够多，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讲，我翻一下。这个好了，哇，这3刀都要刁钻呢。好，你们这个已经比较后面了，但是看到了还是讲一下哈。这里治愈完之后，你们会常常在彼此身上产生一种净空的状态、真空的状态。你们每次聊完就觉得心里有很多的脏东西都被丢出去了，内心又空了，可是又装了新的，又空了，又装了一个新的，又空了。因为你们两个除了救赎之外，你们两个其实是比较在你们的世界里面是比较高的智慧的对谈者。你们常常会交换很多很重要的有关于智慧的东西。你们可能跟很多人跟你现在比较好的朋友比较难有这个程度，可是你们两个可以，你们会聊一些平常大家不太聊的事物，那都会比较接近一些哲学、智慧、当代思潮、思想文学。可能你们也没那么爱读书，可是你们对于这些话题都非常有兴趣。你们对于一种远离大家、远离其他人、局外人、孤独、孤单、就内心深处追求的这个方面，当然啦，因为这是身心灵的、是能量的题目，你们本来就对这个很有兴趣。可是，终于找到比较能对话的、比较能听的耳朵，比较能听到你的字句的人，这个是你们这里的交流。这样，那他就跟刚刚这边讲的某些信仰跟未来价值观的金钱观的方向会很一致。那你原本所相信的人生的生存的价值观这些方面的都没有得到佐证。或是你都是自己说服自己这些是真的，这是你相信的，然后你就这样走下去，你也觉得没有错，别人相不相信你、认不认同你没有关系，你就照你的方法走。你原本是这样子走，可是当你遇到这个人，就会发现说，有人看得懂我在做什么，有人有在认真听我在说什么。我每次说的东西他没有听过，但他有认真在听，或是他有听进去，他不用认真听他就听进去了，他感兴趣了，他不会觉得很无奈了。即便跟你在聊天的时候打哈欠，可是他还是会想要继续听下去的这个感觉。你们两个会互相会有这个状态，所以你们内在的某种我不能说你们是灵魂的连接，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对于生命信仰的契合度有达到，所以让你们两个绑在一起。我一直很想要绑在一起哈。这个应该是你们初期前面的状况，然后再往下会有很多的智慧上的交换，让你们很黏腻，但是是一种脑子上的思想上的黏腻啦。那当然从这个状况再进入恋人也不错，只是你们会有很多的对谈，很多的聊天这样。但也不是说就只有聊天，而是你们喜欢你们之间的那个氛围，好像有很多字句在空中飘散，有很多的智慧在空中飘散的这份关系。来，我再往下翻哈。我翻这个好了。我看一下现在你们的附近连结状况哈。好。哦。果然还没有在附近。你们现在的状况哈，你们两个没有很靠近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靠近需要有一些旁人的有爱情的能量，才会把你们拉近啦。所以你的附近如果有人刚开始进入恋情，或是才开始刚进入恋情，或是才刚开始有发现喜欢的人，然后才刚要发展交往的话，附近的话哈。有这个能量开始之后，你们两个能量才会拉近。但是这边没有说你们两个的距离有多远，是朋友的距离、同事的距离，还是两群不同朋友的距离？这边没有说，这边只说差不多你开始感受到你附近有人开始在恋爱了，正在进入热恋期，还是刚开始喜欢谁，有一些刚开始交往约会的时候，这些讯息出来的时候，连带的你跟他的能量才会慢慢的开始拉近。如果现在没有，就要再等一下。
然后不过这里说了一个不错的东西耶，关于你们两个能量的核心的那个美感，那一个美的能量，现在也差不多蓄积到一半以上哦。如果它是一个瓶子要装到100%，现在至少已经超过60%的状况在蓄积中，只是这个蓄积的后半段的节奏是偏慢的，反而减速慢慢走，可能是因为已经快到终点了，所以它刚才减慢，因为它还是会走到那里哈。这边说这一个后段的升华的状态是比较慢的啦。那别担心，因为底下一开始连接，现在你跟他其实就有一些不错的能量的连接，已经连接到，所以我会觉得你们的朋友关系其实应该已经算认识了，只是没有那个熟悉感，也没那么熟悉，可是大概已经知道是这个人了，可能在网络上看到，或是之前有出去。大家有一起出去跟朋友有见到面，知道你在对面，或是你在哪里不同桌，然后只是没有对到话，没有连接起来，可是已经知道你这个人的存在了，然后这个能量上是有连接的，但是真的非常依赖旁边的人是有爱情的能量出现之后，才把你把它拉在一起哈。他这组就是要这样。那从更遥望、更远的状态来看的话，我只能说这张说再远也没有现在远了啦。你们的距离再远也没有现在远，现在应该算是就可以当做是最远的距离了，之后就慢慢的拉近了，跟这张还蛮符合的啦哈。这张跳出来让我看一下，好，对，没错。你们的状况其实你们没办法多做什么，他有，其实，在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有，我觉得你们不是完全陌生，我觉得你们有对话到，因为这边有一些东西种下去正在发芽中只是发芽的很慢，很不明显。你可以把它姑且当成是说你们两个人中间的人际关系圈的朋友跟朋友的互相有在连接，有在认识。那我们要回到这里，这个我觉得要翻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这里所谓的旁边的有爱情发生的，比较像是你们两个都认识的两个人，他们好像有恋爱的能量产生所以把你们两个的关系密集性有在拉近。我觉得他的方向比较接近这里，我很想拉远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组陌生人，可是他现在从这两个端点里面看到了某种种子种下去的发芽状态的话，看来旁边附近发生的爱情状况，你们两个都认识那这里这边也是说要靠近。我先说这张这张跟这张讲的一样，旁边会有一些有爱情的能量会进来之后，你们会靠近，因为那个爱情能量进来之后，就是这里所说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正能量的介入，在你们两个联系的关系里面了。所以我才说你们可以再慢慢靠近。不过你们两个认不认识这一个端点的讯息你可以把它当成很淡，或是你们其实还没有认识，因为现在有一个小方。他这边有一个小暗示说，其实你们已经认识、对话到，可是没有在彼此心底留下印象，所以你们下次再遇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状况是，已经忘记上一次遇见的时候是在哪里了。那次真的很淡，那次就只是擦身而过的遇见，或是连点头一下都没有，只是知道这个人在而已然后他必须要再回忆说，那时候我有在，然后你才会提到，可是那都不重要，重点是下一次的再遇见然后才会有一个正式的对谈、正式的交谈的状况才会出来啦。前面，因为他这一个完全的陌生感没有出现然后这里要说一件事情你们下一次的再遇见，很需要一直跟朋友出去的状况才会遇到。这边暗示着你们的这一次遇到需要依赖旁边很多其他人的能量。像是扶手一样抓着他们一起走，才会遇到这组是这样。这边说你们两个人的那个故事的篇章都还没有打开，其实都还没有打开，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了。我觉得那一个你们会忘记你们遇见了这边只有一些很细一丝一丝的小能量说有，它就很像粘胶，你们有碰到，可是拉开中间会有一丝一丝的东西正在拉开这样。
你们会感受不到那个啦，因为那个没什么能量，但是还是在那这边说你们的故事章节其实都还没有打开啦应该就真的是要等这个正能量、好的能量开始进来的时候，才会把你们的关系拉近我看一下。什么？这边说你们在上一个春天的时候就有遇到了耶。这里给的讯息是这样，然后而且内容是好像是去帮忙了什么，去帮忙了朋友，还是工作上的帮忙或方面的。反正这边有说在春天前后，其实你们就已经有那一个我刚刚说的遇到的一个状况。其实有，你要回忆一下。如果这边明确说的是那里然后但是他也明确的说，本来很靠近，但是彼此互相没有意识到彼此的存在。这里也是这么说的因为我本来想要翻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节奏，可他只告诉我说前面的状况。好啦，我觉得2号牌大概就这样这个新桃花的靠近大概就到这个程度而已。目前那你要多注意一下你身边，看有没有人也开始恋爱因为那个恋爱的能量可能就是你跟他相见的那一个桥。我目前比较强的可能性是，确实是说那一个我们刚一开始就发现的那个有人开始恋爱啊，那个像是一个桥的建立。我再翻一个东西我们确定那一个恋爱的能量出来了，是不是你们中间的桥的建立我直接看答案这里就已经有答案了这一章其实没有讲什么，这一章只是跟这里在做呼应确实是有一些连接。这里只给了答案了。当那一个你们附近有人爱情的恋情那个能量出来这个就不再重复造一些什么。就他如果上来了，你有感受到了那你跟这一个人之间的能量就开始在做一个交换、调和、融合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到你们遇到的时候，其实就不会有一些觉得很难聊天啊什么的，会有一种很顺的感觉，觉得这个人一聊天就很好聊，一遇到就很好互动，好像也不是说对话语言是同一个世界，就觉得很轻松很自在。那是因为你们中间的能量大概已经有在慢慢的调和到比较好的状态了比较这边说你们现在能量就已经在调和了，在适应，在预备适应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的那一个状况。只能这么说，跟距离没有关系啦，这跟你们两个能量已经有所连接的调和比较有关系啦。因为这两边都已经说有一些比较很细的东西在连接起来了，这里也有一个时间点的关系。来，有一个东西我再看一下就好了。你们没有很远啦，而且这边有偷偷说你们工作的内容项目还蛮接近的。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还蛮能聊你们工作的东西，感觉你们工作的东西好像是同一个类别的。打个比方，可能都做艺术设计，可是一个做艺术，一个做录影，一个做剪接，然后一个做平面设计，大概是这样，范围是这样。那一个可能做服装设计，然后可是一个做织品、做工厂的布料的，这样。那一个做金融，然后一个做证券。一个做银行，一个做证券，一个做保险，一个做证券，差不多是这个范围很接近。这边有说，然后这一件事情好像也暗示是你们一开始就有所联系的一个根本，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事件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在之前就遇到了。
只是你们就没有对话了。好，好，那都不重要，那我们就继续等一下哈。接下来哈，敏感一下你附近有没有人进入恋情，然后那个更重要。好，目前讯息就到这啊。这个新桃花确实是有在靠近中哈。来，好啦，注意一下，大概2、3个月后了哈。2、3个月后会有新朋友、新认识的人，或是本来不熟的人突然变好的状况会出现哈。那这个时间点应该在暗示着你们已经很靠近了，好，因为我是这么问的，好，我是问说可能最靠近的时间段大概要离我们现在多远，大概是这样，好，那你注意一下，大概有可能不用2个月啦，所以你这不用2个月，突然认识了一些感觉还不错的新朋友的时候，这个接近的桥梁大概就建立起来。如果同时又有旁边有人进入新的恋情的话，好，那就讲这是2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好，那现在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3号牌的朋友哈，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新桃花靠近哈，新桃花靠近。好，来我们一样。从灵魂的角度先看，我觉得从这里又比动物灵卡扩张的更好哈。它一打开就直接揭穿了你们2个灵魂相遇的本质跟核心在哪里哈，完全不浪费我们时间。我们先把这个重点听到，我们再来把后面的一个距离空间的东西再把它抓出来哈。来，先让你知道你在期待谁哈。那我们抓下面这里，好，这里。今天这张牌的出场率有点过高，这种状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要自己刷回来，来看看他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告诉我，好，没关系，我们先转移到你这边哈。你们这组哈，我觉得前几天已经讲过一次了，你们这组的遇见哈，是因为信仰的契合度很高，那这个信仰的契合度并不是宗教的。我要讲的从来都不是宗教的，我要讲的是你们心灵未来方向驱使你们往前进的那个信仰。你们相信的生命是什么？你们相信的现实是什么？你们相信的和平是什么？你们未来想要走到的位置，什么叫做快乐、幸福、美满的状况的时候，那个就是你们所相信的信仰。你们现在所努力的是为了什么未来信仰？那个就是你们的信仰。你们要怎么努力才能达到那个位置？那个也就是你们其中的信仰。你们相信了谁？相信了哪个伟人？相信了哪个你们当成是标杆的人？那个也是某种信仰。那最主要讲说，你们这个灵魂的相遇，是因为你们这个信仰的契合，所以他不在乎你们是不是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领域背景，而是你们相遇的时候，会在你们的对谈里、心灵的方向里找到一致的共通点，然后会走在一起。好，那这张牌通常出来的时候，我都会说，你们的对话会非常多，会进入到一个更深层的状态。那对话到多深的，我们就要看这里。那这里说，其实你们会有好几个转换阶段哈，你们会从一开始找到彼此的信仰，人生要走的方向很契合的时候，可是会发现有一种不自在，或是有一种融合状态，就是因为其实你们2个会很不同，你们会在很不同的生活状态、个性各方面，发现即便你们想要未来想往的方向很一致，也许然后破除2个人原本以为是自己孤独的要走到那里的这个变成不孤独的感觉，可是你们还是会回到现实，发现说哇，其实你们2个是完全不同的人，你们所相信你们所工作的擅长的类别各方面可能会不同，这里有凸显这一件事情，为何？因为这章有说一个很强的重点是，你们前期会有一个过渡期，然后才会进入到2个人结合的完成。这里会有一个小小的我觉得不是小小的过渡期，我觉得算是某种挑战。但是这一份信仰大过这章，所以这算是你们这次灵魂的遇见，算是你们这次灵魂的功课，要让你们学习如何在相同的方向里。组到一个看起来不合适、初期看起来不合适的队员，但后面会慢慢发现你们2个是最能够支持彼此的。彼此好，来，我们用抽这里再抽一张。哦，别担心了哈，你们2个会在2种不同的智慧类别中互相指引未来的方向了。
所以你们两个的协力状态应该还不错。我觉得两个的协力状态应该还不错。我觉得，因为我一直在讲初期，因为它这就是初期，因为它就两段式嘛，它过渡在初期，后面就会进入一个完成段，就是初期了。哦，所以这边我必须要提示一下，不要放弃的这么快哦。记得你们两个共同，你刚认识一个人，还蛮喜欢的，各方面都还蛮喜欢的，可是会有一些挫折，会有一些纷争、辩论、对谈、别扭，主要都是小东西。那都是因为你们原本所带来的东西的不同，所带来的不适应。可是慢慢的发现方向是大的时候，这些小的就只是各自独立的特色而已，不需要统一。哦，不需要统一，慢慢就会体会到这件事情了。好，记得这边讲的哈，来，这里哈，这个我要多看一个东西，我要确定他讲的是在谁身上发挥哈。那我看一下，这个我翻3张牌的结合，两张好了。好，你们需要你们遇见之后，我刚刚是不是说你们是有种不同类别的智慧啊？你们慢慢会找到你们在智慧上的共同语言，但是你们所带来的是2种不同类别的智慧。我这边在解释什么叫不同类别的智慧，譬如说。天主教跟基督教看起来好像都是在读圣经，可是他们拥有的智慧类别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个要非常靠近的时候才会发现，就跟你们现在的状况一样。你们当初会有很强的类似的未来方向感，所谓的信仰价值观很接近，可是慢慢在非常接近的时候，发现中间的差异，再加上你们自身所带来的背景和条件、擅长的东西、朋友圈各方面、生活习惯、教育背景的不同，产生了那些很细小的差异，会有一些摩擦、辩论。但是这边说，别担心，这个过程会找到你们自己的那一个智慧语言，但是前面要那一个过程，这边已经说了。然后记得这边有个提示，要把对彼此的未知感、不熟悉感转换成一种好奇，为何不同？在求同、追求相同的方式转换成求异、追求相异。你会发现更多的好奇，更多的意外惊喜在里面。这边说的那个智慧的开端，就会从这里慢慢的冒出来。这是你们这一次灵魂相遇的，我觉得算是任务哦，算是任务哈。那你看这张牌了，在最后结合的蛮好的，好，结合的蛮好的，但是远了一点，但是还是能到达哈。好，那再往后面看哈，今天看这张好了。这个好，我来看一下你们2个现在各种距离的现况哈。好，先压着。你们等等哦，有一个很特别的讯息。好了，你们现在还没有往彼此的方向前来，还没有。那而且还有一点点往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哈。但其实有一个帮你们牵住在一起的人，他本来该出现，但他晚到了。好，他如果再不快点出来，你们还在往反的方向里面，还加速远离中哈。那你们中间的那个联系能量还开始变淡了，无论是反正有很多动能，现在都往反方向走。你们对彼此的能量的感受有逐步变淡中。我就不能美化这个，我就只能跟你讲，你们现在算是越来越远离的一个状况哈。但是
记得我刚刚说有一个会帮你们牵线的人，好，他会迟到，表示有。我们要看的是表示有在，只是他迟到了。等到他出现，他来的时候，他自然会把你们再拉回来。你们现在只是方向不对，哦，你的方向不对，这样好。哦，我觉得你们方向不对，往反方向走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你们中间间隔的一些虚假的能量、不好的能量，成为你们两个中间的某种混沌。我觉得你们两个走在完全不同的方向，是一种直觉本能上的反方向，是先远离这样，有点在拖时间，等这个能量再消化完。那这个会迟到的这个好的牵连的贵人啊、桥啊，这个能量，它可能也在无意识之中先远离了中间这一个，这样，也就是说，你就当做说现在哈，你们三组能量都要到这里做汇合，到这个圆里面做汇合。本来有来，可是发现这个圆现在是处在一个混沌状态，这是你们无意识的状态里面能量灵魂所看到的一个状态，从直觉上做回避，就变成说我打个比方，本来你跟你的朋友约见面，或是大家去旅行，大家都一致性的去日本的话，都会先到东京，然后再从东京去出发，看往北往西这样子，好，或是约好我们开始出发就是从福冈或是从大阪，看选一个。但是原本大家都已经差不多决定好了时间或什么要去了，结果大仙那边可能有台风或地震，现在正在恢复期什么的，就是一个混沌状态，所以大家都先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所以往反方向去了。好，那这个迟到的、晚来的、做调节搭桥这个人，是整合这段旅行的这个主要人物。大家也要先等他回来，再重新组织好，才能够安排下一个行程。那他还没回来，也是因为大家都还在等说可能那边有台风或什么，先等台风过了之后，等秋天或冬天之后再来。哦，不一定是地震了，就讲台风就要简单了，或大雪，等它过了之后我们大家再整合。好，这是一个实际状况的一个举例。你大概明白现在的状况是这样。所以你们现在的没遇见，是因为原本有可能预定好的那个方向感，现在堵住了啦，堵住了。那这一个整合的人，他其实跑得更远，离得更远，所以他回来的时间会比你们回来的时间再晚一点。基本上，我觉得你们两个离那一个混沌还比较近，他还更远，他跑得更远。好，因为在这个能量上，他的声音变得很小很小很小，离得很远。这样，那他负责做调和，复合去联络更高远的宇宙，做带能量进来。可是那个调和的能量也变低，那个扎实能量也变低，那个关于你们两个能量强烈的吸引跟互可的那个锚，现在也在消失中。所以以整个状况来说，以现在来说，整个时间点都不对。所以现在不是你们两个遇见的时间点，虽然但是这里说好像有预定的某个时间段，甚至连事件都有，但现在还不宜靠近就对了哈。好，来看一下，这个我翻3张哈，但是这3个能量1、2、3渐落哈。好，好，至少到冬天，这个混沌才会散开，然后还会有2、3个起伏啦哈，反正至少要到冬天，然后记得2个时间段哈，金牛座生日跟双子座生日那个附近哈，你们两个能量会比较靠近，但整个趋势往上。要先等到冬天完，所以冬天前你们这一段应该都还没有很强的联系。好，那我再针对一下这一个，因为这个人是搭桥很重要的一个讯号啦。好，我用这个翻。
嗯，他的能量正在努力的靠回来中，只能这么说。但是他现在也在某种，我们就先讲他的故事线哈。他现在的故事线的核心，应该在他的直觉里面，有在慢慢的靠近你们两个。然后以未来性的趋势来说，他可能会创造某种事件，让你们两个同时出现认识，应该是这个逻辑。但是他现在往这个故事跟这个思维去创造那个事件的这个方向，他有在想。他可能有在想说，他生日的时候怎么办？要请谁？一种，还有一种是他想说，什么什么几月有一个活动，他想去，然后他想找朋友一起去，然后看谁可以约谁，然后大家一起去。一种，还有一种是他可能办了某种活动，他可能他工作上办了某种活动，然后需要去邀请别人来参加的。这样子，他还在思索这一个活动，所以现在这一个状况是，他现在有在思索未来某些他要创造出来的事件点跟事情，他有在想，可是他现在还在想思索中，还没办法执行中。他现在内在的热情跟向往很强，可是我觉得行动上跟具体呈现出显化了某些程度的东西都还没有很清晰，在我这边看起来是只有热情、活力，但动作都还没有起来，所以他往那个方向开始有动作的，才能够慢慢把你们拉近。可是现在都还在发想阶段，而且发想阶段中还在寻找方向中，所以真的要再等一下哈。所以到这个流程看起来没错啦，大概至少要等到冬天之后，这整个才会比较成型，才会往下走。所以这个要再等一下哈。记得这个现实的状况，我们就先抛弃，回想一下这个你该遇到的这个人哈，他算是。我觉得从这里看出来，当你遇到他的时候，发现人生有一个很不错的新旅程啦，而且是完全是你意想不到的人，完全意想不到的人。好，那就这样哈，3号牌的朋友，那就到这里，讯息就到这里哈。好，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好，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